们现在正在过一座跨海大桥，这座大桥叫做阿斯托尼亚梅格勒大桥。这座桥建于1966年，横跨在 Columbia River 的入海口上。桥的全长达到了6.5公里，是北美洲最长的横架桥。桥的北边是华盛顿州，而桥的南边则是俄勒冈州。到这个 Oregon 这边来了，好像这个区别就是那个 Washington 那边那个桥是有架子的，然后这个 Oregon 这边这块就没有架子。从桥上过到 Oregon 这边来呢，现在好像是一个小城。在我的现在的左手边这边是那个 Columbia River， 这条路呢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个 Columbia River 的溯流而上，一直走到那个 Portland。高速上开始堵车了，好像听说是前面 crash 了，就是出车祸了。可能这要导致我们的行程要滞后大概半个多小时啊。现在是我太太在开，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开了1个多小时之后就觉得特别的累。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虽然是喝了一杯咖啡，但是好像现在咖啡对我越来越不起作用了。现在这个路的右边是一条河，还真的是很漂亮的。河边上有那个黑色的大牛啊，像我们家这个猫又凑到前面来了。Arch， 你到前面来干什么？看妈妈开车。哎，你真钻到妈妈怀里去了？哇，怀里睡觉啊？开始？不会吧？这小猫还真的就要在这个腿上睡觉，还睡着了。它还是一只 kitten， 现在大概6、7个月左右，就跟那个小孩似的。说睡觉就要睡觉，可能是不太舒服。我们现在终于过去了堵车那一段了，大概还有30公里左右，现在到那个 Portland。今天一天都阴沉沉的，现在到了 Portland 这块还突然阳光明媚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酒店，小房间看上去挺中规中矩的，反正是比想象中的要好。窗外还是一个大的足球场啊。那么刚刚我们已经入住了酒店啊。那么这次我们到 Portland 来的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 Oregon 这个州，它跟我们以前介绍过那个西安布什尔州一样啊，它都是美国那个免税的州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在这个州购物的话是不用缴这个消费税的，因为加拿大嘛，很多东西都买不到，而且美国的物价呢普遍据说都比加拿大便宜啊，再加上这个免税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那个价格上的一个 advantage 啊。所以我们这次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想淘一点。我们现在到 Costco 买了点东西啊。那个加拿大 Costco 的会员卡呢，也可以在美国的 Costco 用。刚才唯一有点意外的是呢，我们去结账的时候啊，2次都失败了。后来到柜台一问，原来美国这个 Costco 啊，它不接受那个 Mastercard， 它只接受那个 Visa Card。幸亏我们这次带了一张 Visa 卡呀，还算顺利结账出来了。从 Costco 出来已经很晚了，波特兰的夜景还是蛮漂亮的。快到宾馆的时候，我们走错了路。来到了一处加油站，在这里遇到了一群不知道什么人的人，个个看起来都不好惹，我们赶紧退了出来。原来这个宾馆的位置可能是有风险的，难怪是晚上一定要刷门卡才能进入大堂。酒店的早餐不错，食物的种类很丰富，特别是那个烤香肠，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。我们现在准备去附近的一个 Outlet 看一下，这边好像还要从一个河上面过去啊。那个山路还有点复杂啊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Outlet 啊，它的入口就在高速上，这里边还挺大的。在俄勒冈州买东西最舒服的一点，就是你看到价券上标的钱，就是你实际上需要付的钱。真的是超级省心啊！在这个 Outlet 的河对面就是华盛顿州，在那里买东西可就没有这个待遇了。那个路的右边看到没有？是那个河啊。我们现在前往 Multnomah Falls， 就是附近的一个瀑布。本来打算一大早上就去的，
结果走到一半儿，它的那个公路中间有一个提示牌儿，说去那个瀑布啊必须要那个 permit， 所以我们后来下车找了个地方买那个 permit， 在网上买2块钱一个 permit， 但是它有那个时间的规定，我们只买到了中午12点的，所以说临时改道，去了一趟那个 outlet。那么现在时间快接近了，我们就现在前往那个瀑布。马尔特鲁马瀑布是美国西北部最有人气的自然景点，电影《暮光之城》也曾经在这里取景，每年都有超过200万的游客慕名前来。今天来的人也不少哎。这个瀑布有上下2段，下面的瀑布落差21米，而上边的瀑布落差达到了165米，这是美国全国第2高的瀑布。在瀑布的上下2段之间，有一座建于1914年的石拱桥，现在已经列入了美国国家史迹名录。跟我们到过的很多别的瀑布相比，这个瀑布的水显得特别的飘逸，就好像是在看慢动作，有一种瑶池仙境的感觉啊。这个瀑布附近有一条800米左右的 trail， 可以上到那个瀑布的最顶端去，很陡，但是来的人也很多。这条步道呈之字形，一共有11个 switchback， 都是180度的回头弯啊，真的可以说是9转18弯啊。不过在步道上观景，周围的景色一览无余，比无人机拍到的还要壮美。远处的 Columbia River， 近处的 Benson Lake， 尽收眼底啊。而这个瀑布的水也正式注入了 Benson Lake。现在终于是接近了山顶，也就是步道的尽头。It's gonna be like a little gravel road. Okay. 我现在终于是上来了，来到了瀑布的最顶端的观景台。现在我后边的很多人都在这儿拍照啊。从瀑布下来还有点意犹未尽啊，所以想来飞一下无人机。其实这次出发之前呢，我还专门花时间去考了美国的无人机执照，结果到了才发现能够飞的地方非常的少，国家公园附近一般都不让飞，而其他的地方呢，不是自然条件不允许，就是禁飞区。如果今天再不飞一下的话，都有点对不起我的无人机执照了。我们现在准备离开 Oregon， 然后北上，返回加拿大。这段路程大概有6个多小时啊。两方面跑我这儿捣乱来了。March， 你要干什么？现在是下午5点钟了，我们又来到西雅图。现在正好赶上那个 rush hour， 可能有点堵车啊。西雅图的交通有一点很好，那就是最左边的这条道是一条快速车道，只要你车里有2个人或者以上，就可以走这条道。我们车里4个人，外加1只猫，所以理所当然的走了这根车道。这条道还真的是不怎么堵，也没有花太长的时间，我们就通过了西雅图，继续北上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美加边境附近啊。这个地点呢，到那个边境已经不足70公里了。我们要在这里加最后一次油，把这个车加满。在美国加油呢，这个每个加油站上它都贴了一个这样一个标志啊，就是说它这个汽油啊，它带10%的乙醇。
昨天呢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啊，我就有点担心了，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啊，它讲的是那个福特的那个 F150那个车啊，它有一种引擎就是叫做那个 Flex Engine， 就是它那个引擎呢就可以用那种50%的乙醇、50%汽油的那种油。但我在想，我这个车呢有没有那种引擎啊？这个能不能行呢？因为我昨天第一次看到这个，所以我跟那个加油站那个工作人员还聊了一会儿啊，他告诉我绝对没问题，这个所有的美国的所有的加油站都是这种的，这个汽油都带10%的乙醇，你就放心加吧。这个还真的是就是美国跟加拿大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小的知识点啊。现在我们来到美加边境的这个海关，准备过境。最左边这条内呢是那个 Nexus， 好像是那个美加就经常往来的那种人办了一种 Nexus 卡。我们没有那个，我们就只能从这个正常的通道过境了。现在前面排了7、8个车啊，看着还得等一会儿。那么刚才我们终于顺利入了关，现在我们来到那个位于三角洲的那个茨瓦特轮渡，准备达成今天的最后一班轮渡，前往维多利亚。因为我们事先没有预约，所以心里很忐忑嘛，不知道这个最后一班轮渡能不能赶上。结果到的时候，售票员告诉我们，今天轮渡可能还稍微有一点 space， 真的是非常的 lucky。希望我们能够顺利的回到维多利亚。船上还真的就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空位了。我们其实都已经做好了在温哥华住一晚上的准备啊，没想到真的还赶上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终于是搭上了这个 BC Ferries 轮渡，前往维多利亚，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下来了。那么关于这次旅行呢，我想稍微总结一下，有这么以下的5点。那么第一点呢，就是关于这个出入境的。其实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个出入境呢是相当方便的，这个护照上基本都不用盖章，就出去了又回来了。去美国的时候，一般移民官会问你啊，你去哪儿玩？然后回来的时候，加拿大这边一般会问你说去哪儿玩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而且刚才入境的时候，那个加拿大移民官还跟我开玩笑啊，说他跟我是兄弟啊。Oh, yeah. The Tan family. 我开始在想为什么呀？结果他把他名牌给我一看，哇，我俩真的是一个姓啊，而且他也是亚裔啊，说明我俩真的是兄弟啊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我想讲一下这个 pet 呀，像是你带猫或者狗出入境的时候呢，都没有人问你啊，那种疫苗证明呢，这种你都用不着啊，大家就不用费心去准备了。那么在选择酒店的时候呢，大家可能要多留一个心眼啊，因为虽然很多酒店都说他们是那个 pet friendly 的，但是呢，他们可能各有各的规定呢，有的可能是只允许狗，不允许猫，有的呢可能对于一个狗还有那个体重的限制啊，比如说必须是多少磅以内的狗啊，所以你在订酒店的时候还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，或者是就是干脆给那个酒店直接打电话确认好啊，这样比较省心啊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在我出发之前，我比较担心一件事儿啊，就现在是那个后疫情时代嘛，我就不知道那个美国人对咱们亚裔，特别是华裔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看法或者想法呀？那么从这次我自身的经历来看呢，这个担心呢稍微有点多余啊。因为美国那边人还是挺 nice 的，基本上没有人戴着有色眼镜或者是显微镜来看你啊，大家都还是挺 friendly 的。那么第4点呢，我出发之前呢，有点担心那个美国的警察呀，因为最近看了一些美国那个警察执法的视频呢，我觉得有些警察呀确实比较粗鲁啊，心里在想，要碰到了怎么办呢？其实这次呢，跟警察还真的就没有什么交集，只是在那个 Port Angeles 入境的时候啊，被那个警察盘问了几句啊。他叫我把车开到前面去啊，因为他旁边停了一辆警车啊。我当时在想，他是不是那个警车里有些什么高科技的设备啊，要对我这个车进行扫描什么的，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车开过去了，我也没把窗户摇下来。结果他有点不太高兴了，他就告诉我，你来到美国，这个 officer 叫你把车靠过去，你因为把窗户摇下来。然后他接着问我 Where's home， 就是你家是哪儿的？因为这种说法呢，在加拿大基本没有人这么问你啊，所以我当时现在就在想，我家是哪儿的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所以我就迟疑了一下，他又不高兴了。不过还好，他并没有为难我，问清楚了之后就放行了。这就是这么唯一一次我跟警察的接触啊，感觉还不算太糟糕。那么第5点，也是我出发之前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。就是在这个美国啊，人人都有枪啊，你会不会一言不合这个掏出枪来就射啊？这个也太恐怖了。不过真的到了美国之后呢，感觉还好，我也没有看见谁身上就配枪啊。
而且在公路上行车的时候呢，大家都还是挺文明的，没有人滴我啊。因为就算平时我在加拿大开车，时不时的都有人滴我2下呀。这次去了美国，没有人滴我，感觉挺好的。总的来说，这次旅行呢，还算得上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体验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次美西之行的全部内容，非常感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呢，请不要忘了为视频点个赞啊，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啊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